大家能想到平平无奇的农药和化肥竟然会成为斯里兰卡经济体系崩溃、国家破产的主要原因吗？以前我没正儿八经见过，就单纯觉得蝴蝶效应只是一个很玄乎的概念但这次斯里兰卡国家破产，真正让我体会到了蝴蝶效应的可怕。直角三角形大家见过吧？从2010年到2021年，斯里兰卡的旅游经济大概就是那个模样。作为斯里兰卡最大的支柱产业之一，最高的时候2018年年度总收入43.8亿美元，最低的时候2021年年度总收入2.61亿美元，还不到2010年的一半结果就是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斯里兰卡宣布国家破产成了疫情影响下第一个被压垮的国家，也是1948年独立以后第一次遭遇国家破产。但是斯里兰卡的这个国家破产跟我认知里边的那个国家破产还不太一样。从概念上来说，所谓的国家破产其实就是国家对外资产小于对外负债了，还不起了，所以需要一个政府破产、债务重组的过程。说白了就是把所有债务分摊到民生身上，以牺牲人民幸福指数为代价，慢慢偿还。这个过程通常会很慢并不会像企业破产那样说倒就倒。就比如希腊，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导致欧洲很多国家都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09年10月，希腊突然对外宣布，希腊政府财政赤字占 GDP 比例达到了12.7%，公共债务占比达到了113%，远超欧盟规定的3%和60%的上限，国家破产。可是你看现在的希腊虽然生活水平降低了不少，国家还在但是你再看斯里兰卡，宣布破产的时候，国家储备仅剩23.1亿美元，外汇储备更是只剩下了5000万美元。全国2200万人口，至少90%的人在饿肚子，最基本的食品、药品等必需品需求都没办法满足。从6月27号开始，就已经暂停向普通民众出售燃油，公共交通也几乎全面取消。一夜之间又回到了那个全靠双腿的年代。现代国家普遍重视的教育，更是从4月份开始就已经有很多学校因为没有墨水、试卷、缺油、缺电等多方面原因而宣布无限期停课。几乎可以说整个社会体系直接就停下来不动了，这哪里还是国家破产要不是斯里兰卡这个名字还在，你直接说国家崩溃我都相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斯里兰卡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旅游国家，农业是它的另外一个经济支柱。全国最起码70%的人直接或者间接依赖农业维持生计别看它小，国土总面积只有6.5万平方公里，可是它国土总面积的61%都是可耕地面积，人均耕地2.72亩，这点甚至比我们还要强不少。要知道我们的人均耕地只有1.4亩。通常来说，农业的避险能力应该还是足够的。说的直白一点，就算国家都没了，只要有农业，人民实现自给自足也基本没啥问题。我们的人均耕地1.4亩，自给率就达到了100%再加上国家储备，就算完全隔绝外界交流，闭关锁国，也不会对我们的民生造成太大影响。那为啥斯里兰卡只是一个国家破产，严格来说就是一个政府破产，民生的反应却那么剧烈？2200万人，至少90%的人在饿肚子，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停转了，这不符合逻辑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因为斯里兰卡的粮食自给率只有80%，结合斯里兰卡不论是产量还是出口量都能常年保持世界前列的红茶、香料、橡胶、椰子等农产品我一度怀疑自己发现了斯里兰卡国家破产的真相就是因为斯里兰卡为了更多的外汇，放弃了传统农业，转而发展经济农业比如茶叶，这是斯里兰卡农产品出口额占比最大的一项，从12年开始常年保持在40%以上。除此以外，还有香料、橡胶、椰子等农产品，占比也都不小。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么算不对产量大不代表人家就真的全民种茶叶或者全民种橡胶了就拿茶叶和橡胶来举例吧，这是农产品出口占比最大的两个，其中茶叶的种植面积只有23万公顷，橡胶种植面积为13万公顷，还有椰子产量中规中矩，但种植面积不小，也达到了40万公顷。大家可以简单算一下，这些土地加起来的面积是多少？只有76万公顷。但斯里兰卡的可耕地总面积是400万公顷就算不包括这些，剩下的人均耕地面积也能达到2.2亩，人均2.2亩，自给率只有80%，人家的土壤质量还不比我们差，这合理吗？顺着这条线往下捋，我又想到了是不是因为农业政策的问题，然后我就看到了一条奇葩到我觉得现在的人类世界暂时应该不可能出现的政策。21年4月，斯里兰卡要求国内农业生产期间全面禁止使用包括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等在内的现代农业化学品立志要把斯里兰卡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完全有机化的农业国家。我看到这条政策的第一个感觉是离谱，有机化没错，但是大家有见过古代农业正儿八经丰收过的吗？虽然现在科技水平上去了，可美国农业那么发达，也没见谁敢这么干结果就是大片农田抛荒，水稻减产50%以上，实际粮食自给率远远低于80%。同时因为疫情因素以及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世界粮食危机，很多国家都对外限制了粮食出口，导致斯里兰卡补充市场需求的渠道也被封锁了。反馈到民生上就是市场粮食短缺，物价暴涨截止22年5月份，斯里兰卡官方通报的通胀率是45.3%但有经济学家指出实际通胀率应该远高于这个数，能达到128%我不知道这数据是真是假，但如今的斯里兰卡货币已经失去了意义真就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粮食，市场就没有粮食。
下海捕鱼吧，还没有油，没有电，这个是因为大贸二贸冲突的原因。国际能源价格暴涨，油价涨幅超过80%。想要咬牙进口吧，外汇储备还不够啊，因为斯里兰卡是个纯农业国家，又没啥稀缺矿产资源。但是因为那个奇葩有机政策的原因啊，又拿不出农产品出口，直接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百姓要吃饭，没有粮食；进口粮食吧，没有外汇；出口粮食吧，还是没有粮食啊，生产力不达标。下海捕鱼替代粮食吧，又没有油；进口石油吧，又没有外汇；出口粮食换外汇吧，又是没有粮食。貌似斯里兰卡唯一剩下的路，也就剩下了请求外界支援。不过大家发现没有，斯里兰卡所有问题的根源，主要就是因为没有粮食，而粮食不够的根源，又是因为那条奇葩的农业政策。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斯里兰卡想出这么一条奇葩政策啊？要说一个农业国家不懂农业，那肯定不可能。我能想到的原因，一是缺钱，二是买不到化肥和农药啊。先说缺钱，这点受疫情因素影响比较大。开头就说了，斯里兰卡的主要经济支柱除了农业，还有旅游业，它工业基础不行，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纺织业。但事实上占比并不大呀，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也十分有限，撑死了60万。想要围绕农业开发第二产业或者第三产业，基本不可能。那么对于斯里兰卡来说，农业所能提供的经济作用就十分有限了，主要还是用来避险。真的想要创收，还得靠旅游业。可是因为疫情，18年的43.8亿美元就是巅峰了，之后就是急速下滑，直到21年只剩下了2.61亿美元。这给斯里兰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绝不仅仅只是税收啊，同时还要面对大量的失业。税收不够，可不就没钱吗？当然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没钱了还可以借啊，可是对于斯里兰卡来说，也得能借到才算呀。从1948年开始，斯里兰卡就一直存在一个泰米尔人的问题，与当地僧伽罗人矛盾不断，长期保持激烈的物理交流啊。虽然截止09年，泰米尔人问题算是解决了，可斯里兰卡发展的机会也错过了，工业基础严重落后，能迅速发展而且收益明显的，也就剩下了旅游业。也得亏斯里兰卡风景比较美，要不然连旅游业也发展不起来。可是紧接着04年的印度洋海啸，19年的连环恐怖袭击之后的疫情，根本就没给斯里兰卡喘息的机会。说白了，这些年斯里兰卡其实一直都在借钱的路上撒腿狂奔啊！截至21年，外债总额已经达到了510亿美元，可21年财政总收入也只有146亿美元。这么大的风险，平白无故，还有哪个国家愿意借？那么问题来了，斯里兰卡没钱，国际油价又暴涨80%，维持国家机器运转所必需的燃油都买不起，又拿什么去买农药和化肥啊？再说买不到化肥和农药的问题，这一点受前段时间世界粮食危机的影响比较大。当时上涨的可不仅仅只是国际粮价，同期上涨的还有农药、化肥这些农业必需品，而且是翻倍涨。就拿我们国家来说，作为一个工业产能大国，制造业全球第一，可是尿素的价格都能上涨1倍，其他的国家你敢想吗？拿欧洲来说，21年世界粮食危机还没出现的时候啊，一吨钾肥的价格是200美元。粮食危机出现以后，800美元，直接就翻了4倍。最关键的，很多国家都在限制出口。斯里兰卡作为一个燃油都得买成品油的工业弱国，先不说能不能买得起化肥，也得能买得到才行啊。如果买不到农药和化肥，那么对内斯里兰卡政府会怎么说？他会直接说，因为买不到，那么大家干脆就别用化肥了吗？那岂不是间接承认政府没有能力？人民又会怎么看待他这个政府？只能是折中一下，不是买不起啊，是咱不想买，随便找个理由，比如发展有机农业，暂时忽悠一下，等借到了钱或者疫情结束，旅游经济回暖，再想办法取消政策就可以了。唯一没想到的是啊，因为没有农药和化肥引起的连锁反应会那么快，而且那么猛，那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债务违约，国家破产。我是大木，我们下期再会。